清早就随支书和设计团队来到施工现场。支书和木匠师傅和现场管理人员交流了施工工作细节。由于建设初期，很多地方都需要磨合，这边石匠师傅在做试机。受雨天影响，大部分工作无法开展，但木匠师傅们不愿停歇。室外无法作业，大家冒着雨把大小木料抬到室内进行加工打磨。这边木匠师傅非常聪明，用雨伞做了一个帽子，用作防雨。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：执着、专注、精益求精、一丝不苟，追求卓越。这期视频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经过昨天降雨，今天溪水水流变大了一些。合作社今天自发组织了3名义工，对溪流两边的杂灌进行清理。因为溪水边之后会规划成露营基地，为方便指导人员之后实地勘测，我们必须把两边的杂草清理干净。这边2位阿姨也是参与今天清理工作的义工，她们放下自己家中的家务，选择做这件更有意义的事情。自从乡村振兴规划到我们这里，社员和村民的积极性越来越高，都是因为我们深深相信有一个美好约定。这期视频到这里，感谢观看。我们这次建筑主要是土坯墙加木梁结构组成，纯手工打造，非常具有乡土特色。虽然费工费力，相信之后呈现效果非常好。今天视频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在大家的努力下，工地每天都有一个新变化。除了书屋的新建，我们都是老房翻新为主。这间老房子的内部结构拆除后重新做，上面的梁架、顶部也整个换成新的。俗话说，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我们乡建队伍中延续这一道理。这边之前是一个厨房，拆除下来的墙砖、糊基墙以后还会用在新的建制上。这边的瓦片全是从老房子屋顶拆下来的，摆放好就是为了之后还利用在新的屋顶上。在我们的重新设计建造下，所有的面貌将来会焕然一新。这期视频到这里，感谢观看。相见的第23天，木匠师傅们一人一个小草帽，队形非常统一。他们在为旁边的土房梁架做备料，趁着他们间歇，跟他们取经，了解一点梁架方面的知识。毕竟他们都是行家，工具要想趁手，还需要日常做好保养。这位木匠师傅也算是日常维护小能手了。这边小插曲还是发生了，挖地机一不小心破坏了老乡家水管，还好救及时，不然现场就要水漫青山了。最近天气变化无常，大家收工前都会做好防雨工作，毕竟打夯土墙还是挺费劲的，要保护好劳动成果。为了高效地搅拌土墙的材料，我们必须机械结合人工，用挖机把沙子和黄土加上少许的固化剂、石灰进行来回的搅拌，这样的材料更加结实耐用。这都是经过好多次的配比尝试，才有了现在的效果。因为比例不合适的话，打出的黄土墙会易干发力。挖机师傅也是技术了得，开完大挖机还有小挖机的活等着他。用挖机送料确实让人工省了不少力气，节省了时间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的墙体都是用这样的模具先进行固定好手。看这边的杨子军大队，所有进场木料的第一道工序去皮工作都是由他们完成的。支书总是比较热心肠，刚开完会到现场，看他们也很辛苦，拿起棍子就亲自上阵帮忙弄。这一根根的大杉树去起皮来真不轻松，木料拉回来后第一时间做去皮是最省力的，稍微放几天的话就会非常的难弄，而且剥离下来的杉树皮也不完整，完整的杉树皮还可以做成工艺品，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，你只要认真发掘，总可以变废为宝。所以我们对大自然要心生敬畏，感激大自然所有的馈赠。这期视频到这里，感谢观看来的。他们不光是工作十分认真踏实靠谱，
还都具有丰富的梁架技术和经验。这边在放线，为打地基做准备。这块区域规划是要建2间民宿客房，之前是一个老厨房。上午量好尺寸，画完线，下午我们就开挖地槽了。大家执行力还是很不错的。我们年轻的挖机师傅小孙，娴熟的挖机技术也是没得说，应该可以去南翔应聘做教练了。营造队伍大家配合的越来越默契。最近天气预报不是很准确，总是不按照常理出牌，说下就下。施工现场都是背着雨布，甚至披着一边干另外一边，看着天空乌云密布，就要提前做好准备。但今天有风，大家干起活来相对舒服一些。现场挖地槽的地下区域，由于很多村里家用水管排布在下面，还是不小心爆了一根，用挖机斗顶住，防止水花四溅。不过水流太大，不一会儿功夫还是积了一滩水。还好支书及时赶到现场，立马联系了附近住户，与之交流了好一会儿，才让老乡去把总闸给关掉。群众工作还是要看支书，他平日为人谦虚，常为老乡着想，所以换来村民对他的尊敬。今天视频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这熟悉的拉大锯场景还记得吗？是否能勾起你的回忆？现场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，施工的进度在大家的努力下也逐渐加速。这边在挖地基，之后改建成一个厨房和餐厅，偏房的地基也已经完成了。每一位施工者都干劲十足，每天他们精神都非常饱满，不得不夸一下这些工匠师傅们。业务上他们配合得越来越默契，效率提升。黝黑发亮的皮肤不言而喻，受了多少太阳的青睐。品质上他们也质朴无华，常以笑容待人，没有距离感。茶乡9湾振兴乡村建设是一盘大棋，要走好这盘大棋，目光要放在全局上，坚持规划先行，坚持融合发展，坚持引潮助凤，坚持文化传承。像我们远道而来的大木师傅，就是一种技艺的传承和工匠精神的传承。留好乡村振兴主心骨，我们争取把9湾构成一幅和谐优美的风景画。的第33天，屋顶上2位木匠师傅正坐在梁架上装订船子，看似简单，其实高空作业一点不轻松。别问我为什么，因为我刚爬上去都有点害怕，更别说在上面移动干活了。工匠师傅们垒砖、做石器、打夯土、铺望板、修正大梁、做防水，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眼看着墙体一点点变高，随着师傅们熟练度的上升，相见工作已由慢转快。我们营造队伍除了远道而来的3位大木师傅，其他全部都是本村的。做乡土田园风格的建筑，不光是老工艺的延续，更需要有温度做支撑。本村村民在营造过程中参与感会更强，夹杂着对家乡的一份特殊情感，从施工角度也会节省时间，更方便。乡政府对我们的关注也越来越密切。临近傍晚收工前，镇上领导还专门赶来查看进度，跟支书了解情况。地基稳妥后，大家开始进行偏房的夯土墙工作。有了前面疏屋的经验，现在材料配比各方面都已经稳定。看着黑云压城的天空，感觉随时都有倾盆大雨。木匠师傅们不敢怠慢，加紧装订望西望板，让房屋的防雨更扎实。随着工程进度的加速，我们的乡建队伍越发壮大起来，从起初10人左右发展到现在20人。由于现场施工全部在室外，部分甚至在高空作业，大家没有人逃过太阳光的直射。监理小朱和现场管理也时常会督促大家安全要注意。看着一层层土坯墙，像是一层层的蛋糕，打这样一栋房屋的土坯墙还是蛮费时间的。虽然现在速度已经得到提升，木匠师傅们在为书屋的梁架做准备。只见一根根大木料经他们的手中，从粗糙变换成一根根光滑有棱角的木材。耐心的打磨是为了之后呈现出更精美的梁架效果。我们的3个老木匠师傅引领指导着几位相对年轻的木匠师傅，希望所有的工艺都能得到传承。他们更多是用行动去践行
教学。这一块规划做一个草亭，名字叫松溪亭，用来喝茶聊天、乘凉观景。已经开始着手挖槽垫地基了。老木匠们身上那种不浪费资源、节俭的精神，无时无刻不感染着我们。一上午的时间就把2个地基槽做得差不多了，大家就期待之后的效果吧。这期视频到这里，酷暑难耐，考虑施工人员的安全性，调整了最近的工作时间段，早上更早，下午更晚，工作时长不减。随着进度的加快，后续其他建筑材料、设备也将陆续进场，屋顶上瓦工作正进行着。为了更加高效，我们也是不断增加工人数量。接近37度的高温，在房顶上一待几个小时，可想而知有多热。与烤肉之间大概就差一撮孜然了。勤勤恳恳是我在乡建队伍中每一个工作者身上都能看到的。因为部分的工人居住较远，为了保障工期进度，他们都选择住在施工现场附近的老房子里。虽然支书和乡亲们为他尽力安排了被褥、蚊帐等物品，但改变不了旧房居住环境的简陋。有几个甚至睡的是木板做的简易床。真心佩服他们吃苦和不拘小节的精神。现在努力打造的书屋，就是大家以后的公共空间，也是我们之后畅所欲言、展示本地茶产业和特色手工艺品的地方。让当地农民过上幸福生活，实现我们建设九湾的意义和价值。如果问我为什么能在乡下老家待得住，这幅美景应该就是其中答案之一。碧空如洗，蓝绿的配色，换谁不迷糊？我们国家建造高铁的效率被称之为中国速度，我们现在的施工队伍也有属于自己的九湾速度。最具意义的书屋，今天喜迎上2大吉，还是传统的老规矩，一样没落下。虽然这个高度很吃力，但花费1上午时间，还是被工匠师傅们攻克了这难关。傍晚之前，船子都基本定好了。能在这么炎热的环境下有这样的速度，可想而知大家费了多少力气。年轻的木匠师傅都快扛不住这强度了。一根根大木都是从另一边打磨处理好，工匠师傅们人工背过来的。书屋的封顶工作已经完成，还差一些边边角角的延伸处需要打磨完善。施工队的师傅们也干了有1个月，久一点的有2个月左右。除去义工的部分，都干得有些时日了，工资一直没结算。下午最热的时间段，我和村干部小陈专门来统计大家的工数，顺便让大家休息片刻，再把新来的工人身份证收上来，帮忙上保险。虽然我们建筑不多，但给工匠师傅们的基础保。随着工期进展的加快，大家对于我们茶乡九湾乡村振兴的关注越来越多，所以我们要加强紧迫感，更加努力认真地把关好每一个建设环节，争取保质保量地把成果尽早展现给大家。内部工作也开始了，今天着手做客房的隔断和构架部分，相对于夯土墙、砖墙的垒砌轻松很多。3位师傅一天基本可以完成1间房的垒砌任务。从房间内部看，我们木匠师傅们钉的椽子也挺漂亮的，还有一些屋檐处的梁架需要完善，木匠师傅们还在准备材料。这块遮阴网虽然不大，但也缓解了几分炎热。小溪边还在加固护坡，书屋的上瓦工作还在火热进行中。匠人们的智慧，鲁班技艺的传承。书屋这种高度，如果没有这种绳索装置，得借助机器才能往上运输了吧？有了它，也让师傅们省了不少力气。屋顶上瓦工作在这大热天，真是一件贼辛苦的事情。年纪偏大的师傅压根不敢让他上去，因为我们建筑和环境的本质都需要保持自然和谐的状态，所以施工的手法和难度不言而喻，一切都要尽可能自然美观。其实简约本身就是一种美。开始大家施工也出错，但敢于尝试就会有收获。找到方法后，越做越好，越做越快。精心施工，保证质量，是我们施工的工作态度和原则。水电师傅今天也正式入场，老师傅还带着儿子来工地磨练，真是煞费苦心，望子成龙。这么热的天，不知道你们热不热，反正机器都要造反了，不喝水这是要一饮而尽。亭子底部的柱子和硬化做得差不多了，看来下一步就可以打灯和肌肉线条，可以去参加健美先生了。
亭子的地坪在扎钢筋，准备浇筑混凝土。今天还有一位特别的嘉宾，也是我们设计团队的老师16姐。施工队的师傅们每天都能看到支书的身影。经过外墙粉刷，小院乡村田园的味道越来越浓。因为书屋顶部之后要打洞做一个吊炉，所以中间留出一小部分还没铺瓦，全部铺好瓦片，相信会更美。草坪的地基和地坪也都做好了，看着下面的加固工序，让我感觉牢固程度起码也是5颗星吧。高温天气，除了热的不行，晾晒的速度还是蛮快的。看这地坪，浇水，感觉明天就能做主体了。在这个敬业的乡建队伍中，我也算爱岗敬业的头号分子。昨天膝盖不幸摔伤了，今天照常带着评估人员来现场进行讲解和测量。这老房子后续也都会规划其中，改造成统一的风格。看着这阵子大家的劳动成果小有成效，心里也美美的。几位木匠师傅装地板防水，一起坐在屋顶歇息片刻。办法总比困难多。筛沙网出了点问题，2个师傅用架子的踏板代替，一看也是2个文化人。我们小院民宿的天然配置，溪水潺潺，十分疗愈。营造队伍的初建到现在，大家工作效率的提升和默契度肉眼可见的成长。乡建营造队伍的成立，不单单是为了快速打造房屋，更多的是一种工匠精神和技艺的传承。我们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既要活化传统，继承传统，又要发展现代，接续未来。在这样一个背景下，没有成立可见，没有成规可循，需要我们很好的探索新模式。亭子在木匠师傅们的合力下，框架基本显现出来，在没有任何固定方式的情况下，全凭榫卯结构的衔接屹立不倒，这就是先人的智慧。所以有时候做件事情过程可能房屋内部粉刷和外墙不同，正式粉刷之前需要钉网子才行，防止材料轻易脱落。临近下班前，木匠师傅们总算把亭子的雏形建好了。第一层望席铺好后，看上去就是不一样。明天景观石要运来，一早2位大叔就对池塘两边和溪水边的杂灌进行清理。为保持整体原貌自然的基础，有些树和麦冬都选择保留下来。炎热天气，水管的水滴就像施工人员的汗水，挥挥洒洒。水电今天也是一个大工程，预埋室外的大水管，今天斥巨资叫来了吊车，因为有些大石头纯靠人工不太现实，而且费工费力。有了机器打辅助，师傅们稍微轻松了一些，工作效率也会大大提升。那句老话说得太对了，没有花钱的不是。亭子框架做好后，多了一处绝佳乘凉地，也是观景的好位置。由于地势的问题，还是有一些区域吊车到不了，只能靠人工抬。工人师傅就地取材，用水泥带当做篮筐。别说这样看着还挺合适。做乡建工作，小困难总会遇见，但有先辈们的经验，也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。不违背我们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，是我们做的最对的抉择。绿水青山是村里最大的财富，这样的乡村才是原汁原味的乡村。又是充实的一天，看着汗流浃背的施工人员，像是刚淋了一场大雨。每一个施工细节都决定之后来到书屋和小院客人的体验感，同时也是设计师和清早王工组织几名得力干将，准备材料和水泥灰，把亭子的地基做起来。感觉内装环节一旦进入，还是蛮快的。2个人几样工具，半天都敲定好了书屋隔断和飘窗。老师傅干起活来真是嘎嘎快。书屋的中央装有一个大吊炉，下面砌一个圆形底面，以后围炉液化，冬天烤红薯有着落了，看上去既实用又美观。只有农村跟屁虫，生态宜居是提高乡村发展质量的保证。其内容包括了建立干净整洁的村庄，村里的水电路和其他基础设施。阿姨是我们施工团队的后勤部长，现场每天的供水都是她，总是找到每一个工匠亲手给别人倒满。很多饭店也未必有这么周详的服务吧。作为乡建队伍的一员，一天来来回回游走在现场。这边大挖机在开辟一条新道路，要修一座可过电车的小桥。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支书 Mr. 杨。
相见工作开展至今，一直坚挺地运行着。他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如果你觉得他有所企图，那确实有，因为跟他相处了解后都知道，他企图把村子发展起来。相对于市区较近的村落，我们并不是最具优势的，所以支书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个机会的来之不易。即使再苦再累，他希望让村子抓住这个乡村振兴的好机遇，实现村民增收、就业、产业发展的一个个目标。也正是他做实事、肯吃亏、坚持的精神打动身边很多人，我也是其中一位。冒着雨去检查工地防水工作，排查隐患，收工前到工地看进展，把问题与工人沟通。变的水管之所以要保证它的通水，因为它是现场的大救星。水管冲把脸，神清气爽，外墙的一些缝隙边角修补，瓦片出头不自然的地方进行调整。想要整体达到效果，细节必须要把控好。虽然土坯墙的工艺都是老手艺和流程，但材料与时俱进，用的纳米防水材料可以对墙体有一定的保护。要想富，先修路。最新的道路经过支书协调，也终于正式动工。这里要建一座小桥，昨天视频也有提过，桥3米多，之后也会是一道亮丽风景线。河道已经清理好了，量好尺寸，确定好位置，就做两边砌石。小挖机只能辅助，更多的还需要靠人工挑运。修建9弯的过程，以后可以作为故事分享给后辈。一砖一瓦，皆是汗水和情怀。细心的完工是质量保证，毕竟小桥的通过性是安全基础，所以钢筋选的比大拇指还粗的尺寸。下班后的带头的叫胡村长，另外2位师傅是跟他同村的老伙计，年纪最大的有60几岁，专程请他们来指导木梁的技术，传授成熟的木梁技艺。他们人很亲和，笑容常挂脸上，工作十分认真细致，让我深深感受到匠人精神那种执着专注的劲儿。脏活累活也是首当其冲，在这段时间的相处，和我们建立了深厚情谊。本村同行轮流，今天带大家一起看看书屋家具初步测试的效果。刚好今天梁老师一行人来到9弯，我们一起把书柜和桌椅运到现场。拆除这种大件快递是一个很费力的事儿，外面的木架固定得过分严实，不过人多力量大，不一会儿都拆完了。把书柜和桌椅摆放到预设的位置，一起看看效果吧。透着几分静谧舒适的氛围，有点感觉啊。这么热的高温，室外工作暂停了几天，还有水电和内装的师傅坚守阵地。这是做了一个洗浴台面的模具。测试完之后，我们把物件又都抬到了云南妹小春姐家中，大部分石块是机械辅助的，一些小碎石还要靠人工。大家能看到的这3级台阶都是工匠师傅一块一块拼凑出来的。这种极具耐心的手上活，大多数年轻人很难吃得了这苦。累了也得休息片刻，打湿毛巾，擦把脸。这3伏天我在工地转一圈都一身汗，更何况手上活不停的工人师傅们。内部还有一些功能区的泥瓦匠碎活需要完善。努力搬砖的一天，民宿书屋的内装是个细活，尤其是粉刷油漆工作，像这些犄角处和梁架内壁不容易够得着，为不刷到望席上，提前贴好美纹纸进行保护。在正式刷漆前的打磨工序也十分需要耐心，经过打磨后的柱子跟脸上涂了胭脂一样。在老房子里我还发现了一个老物件，评论区说一说是什么，应该有知道的吧。啥叫责任心不多说了。在砌的区域是书屋的水吧功能区，木工师傅的花活还真不少，估计做吊底的师傅都会这招。功能区之后可以制作各种饮品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做不了的。老师傅的手艺活还是挺不错，柜台的雏形也出来了。现场的整洁也十分重要，多余的渣土及时运走，杂物都最近都是连续的阴雨天气，天空灰蒙蒙的。油漆师傅刷的乳白色的东西是水漆，能让木头看起来更加有光泽。这可能是胖大叔对夏天最后的致敬。享受能赤膊的时光，现在都流行这种大窗户，咱们民宿也不能掉队。做污水系统的施工队也来到现场，敲定方案，做一些准备工作。
毕竟我们配备的是超过绿色21标准的污水处理系统，相对施工繁琐一些。大风吹的树枝摇摇晃晃，孙振兴离不开老乡们的帮衬。最近大老表不在，没人开皮卡运输物料，一个电话，张师傅开着自己的小3轮把钢筋拖回来了，准备把小院的围墙底部砌实做起来。砌实的感觉尽可能要自然，还不能漏水泥，所以也很考验石匠师傅们的技术。经过前面的经验，现在已经可以保质保量了。厨房和餐厅的台面也在制模搭建中，可以看到灶台基本初露雏形了。以后这里将是最具烟火气分解模板，做正屋的隔断，中间塞满玻璃丝，起到一定的隔音效果。我跟这玩意儿打过交道，看着像海绵，其实粘到身上贼不舒服，特别痒。没打招呼的雨点从天而降，挖机师傅冒雨作业，要把一堆渣土进行平整，桥面两边清理出来。孙师傅耳机里听的应该是双节棍，干活的节奏都那么快，上了6个师傅。这搅拌腻子的机器跟做蛋糕打奶油的差不多，果然一个吃货看啥都想吃的。看着这大哥就专业的。我们要做的比较复杂，据说有9道工序，光是腻子层就要刷3层，最后上水泥灰。刷完腻子后的餐厅看起来确实好看一些，期待整体粉刷完的效果。书屋内部的隔断墙体部分设计的是用杉木皮装订，既环保又美观，关键是就地取材，还节省了成本。窗户盒也在装订中，自从书屋建设开始来参观玩耍，也让相见工作有些时。今天又是斥巨资的一天，为了平整桥面附近，早点把新路面整出来，配合景观做吸水的石砌工作，调来了大挖机。这个位置要做一个拦水坝，宽度还不算窄。悉尼里努力工作的，其实我得叫姨叔，人称外号李老牛，可能他干活实在，力气大的原因，但不得不夸姨叔的工作态度，绝对工地数1数2。内装的师傅最近常驻，全是细碎活，每一块木板刷一层保护漆，之后防尘又美观。草亭子的包边木活也开动了，把顶部的一些空隙给填补上，还要做窗户套，又在准备刷腻子的料，水和粉的配比要注意，多了少了都不合适。秋高气爽，风也不小。之后把买回来的壁炉抬到客房测试，天气终于转晴，久违的阳光不再那么毒辣，有一丝丝温暖。小桥边在挖水沟，看着这专业的仪器，大家应该猜得出一个台阶。今天准备开整第2处拦水坝，没有前面那个高，相对小很多。大挖机先把坑给挖出来，奠定好基础。这大哥有一膀子力气，站那么远填补水泥灰，一天的时间就整差不多了。天空的云今天犹如一块块梯田，错落有序，非常好看。新建的小桥旁边护坡还需要加高完善一下，弄来10块水泥继续垒砌着。细心的朋友能看出来，桥下面的支撑柱子全部拆除了，说明已经连接住，很结实了。下午平台领导和梁老师来到就玩，跟支书我们一起又做了家具测试，把物件都摆上，实地感受，还喝了茶。加固厨房、餐厅的窗户条，可以看到书屋功能区，也就是吧台位置越来越完善了。茶叶置物架做好了，师傅在粉刷台面的一些边角，期待早日喝上这里煮泡的第一杯茶。秋高气爽，不再那么炎热。今天书屋正做大扫除，准备做防水打地坪了。人多力量大，我也上手帮忙整一下卫生，完成今天自己的活动量。平日干活虽然不多，但干起活来态度绝对很认真。不一会儿装了一车土和锯末，有点小分量，看来我还要加强锻炼才行。推到这个边上堆在一起，之后等小3轮来了再拉走。木工师傅正在锯模板，都是用来做包边和门窗套的。2个师傅都还挺要强，口罩都不戴一个。这灰尘那么大，漫天飞舞，从边上走都不敢张开嘴巴。客房的地面已经开始做防水了，这类活还得是老师傅，经验足，干得还快。
就这一个人铺给配了一个小工辅助，一天大叔恨不得把几间客房全部整得差不多了。污水处理的师傅们在砌井口，整个管道排水连接已经做得差不多了。厨房的门没那么大，加个柱子做窄一点。厨房里面的灶台烟囱今天也砌好了。书屋的防水全部做完了，干了就可以打地坪了。今天景观的活最多，需要布置很多大石头，郭总亲自上阵，用小吊车辅助摆放。拦水坝的位置都非常耗水泥灰，少了都供应不上。石砌这个大活还得是队长带头干，估计所有房间都打的话，一天是做不完的。由于现场施工空间有限，都是在下面转运到房间里，就这样一车一车的运了不知多少趟。正房的3间屋全部如此，一边运输一边推匀称，还要把握好干湿度，适当加点水或者干灰。时间允许的话，以前还不明白有啥作用，现在明白是做高度依据用的，方便确认高度。师傅们的效率还算不错，下午时分就把几个房间的地坪整理差不多了。正房的客厅平整好，今天任务量算圆满完成。木工师傅在制作室内的架子，这一格格看着跟梯子似的。明天开动院子夯土墙，把院墙做起来，一天的工作完成。景观还在做洗水边的布局，全是大块的石头堆砌和排布。现在有机械辅助，我总在想，以前的人纯靠人工得多辛苦，真是感谢时代和科技的进步。景观这个活，我认为还是很需要审美和经验的，不是乱七八糟随心所欲摆摆就行。亭子下方这个堆石就能看出乱中有序，整体看比较协调自然。我一直认为自然原生态的美是最耐看、不易被复制的。拦水坝侧方的黄土是干嘛用的？朋友们应该都很清楚。8月桂花香满园，村里很多老乡院子的桂花都开了，香味沁鼻，好闻极了。庆幸我家院子也有好几棵桂花树。书屋的地坪打好了，越来越完善，等干了过段时间再打磨一下，整体效果就出来了。其实沙发是老乡家淘汰，临时放在亭子歇歇脚。油漆师傅继续进行深层的抛光处理，给亭子刷一层保护漆。内装小哥装订着书屋顶部的窗户格，是1、2、3口号喊得不齐，还是有一个人没使劲儿，2个师傅硬是没推上去，把自己和旁边的师傅都整笑了。最近伙食可能缺肉了，打了几天地坪，今天这个活算接近尾声了。走廊和侧房的做完，就可以忙其他的活了。小院的夯土墙还需要加高，继续在捶打制作中。土墙虽满满乡愁，但过程也是最费工费力的。带大家看看今天的施工进展。最近天气昼夜温差大，中午相对温度高一些。9湾书屋的水吧旁边柜子还在制作中。气候适宜，最近希望工人们适当延长工作时间，有利于进度的提升。精打细磨的油漆师傅对书屋顶部进行深层的抛光处理。生活和工作都需要好心态和乐趣，看看内装小哥的解压方式。音乐能抚慰人的心灵，一点没错，只是大家喜欢的音乐风格可能不同。生活很苦，但苦中作乐是一门艺术。院子的夯土墙经过老牛同志们的努力，也快差不多了，留出一个做柴门的空间。河边亭子要想整体美观，细节要做到位，底部的边要修整得更规整才行。2个师傅不一会儿就做好了，就地取材，正是被师傅们已经活学活用了。9湾的建设每天都有新进展，水泥地面必须要打磨后才能达到我们要的效果，打磨机的出水量也是惊人的。拿着这个不知叫什么的工具，跟大叔一起
村里时不时就可以发现一些老物件，像这个石滚，不知哪个地主丢的。小桥过去边上，景观也开动了，从旁边毛竹林移植到这边，3轮运了好几趟。根部移植的时候要特别注意，一群老师傅一颗颗，不一会儿就连成一条线。刚栽种需要稳定住，保持直挺的状态，等过段时间站稳了，就可以撤掉多余的支撑了。傍晚再来看，已经种植了几排，因为考虑竹子存活，提前把叶子都薅掉了。等再长出来，相信这路边早日呈现九湾美好景象。书屋里这么多格子的置物架是用来存放展示茶叶。官今天有大动作，一下子上了小10人，还运来了一批树，也有是本地附近移植的。梁老师跟郭总调整绿化花了很多心思，角度、朝向各方面都要考量。在雕车师傅和景观师傅的紧密配合下，1棵、2棵一车树都完美落地，到达了指定位置。想要保证这些绿植的存活率，水分不能缺少，每一棵栽种前浇几垄水线。为了保住水分，把已经蔫巴的枯树叶全部撸下来，这样树干树枝水分不会流失过快。前2天让做的白茶晾晒架也做好了，拿到小院里摆一下看看感觉。经过实测，还有需要改良的地方，华而不实不是长久之计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东。今天天气很不错，过来九湾看一看大家在做什么，今天又有什么新进展。今天溪水边正在做篱笆，帮老队长的菜园进行新包装，老队长很开心，今天还专门跑来帮忙。安上这个门之后一定很漂亮。看他们正在钉篱笆，钉桩子。污水处理系统师傅正在安装这个压力罐，充电之后可以进水，把线给预埋好。天气很好，看这院内景色很舒服。预埋院内管道，方便之后下雨天的排水之类的。小哥正在做室内粉刷，室内的白灰泥材料可不简单，都是稻壳和花椒调配一起的，一共要刷2层。木工师傅在测量尺寸高度，把今天刚到的木质门把手安装上。景观的工程量也不算小，不止溪水边上的石头，每一块都要精心挑选设计摆放。像这棵茶树也是调整朝向角度好几遍才达到满意效果。刚抬进来这棵栀子花之后开了，满院的栀子花香很难不爱。随着我坚持记录，有些喜欢九湾的朋友时不时慕名而来参观。希望建设好后，大家多一处休闲静谧的安逸空间。谢谢朋友们的关注。一场秋雨一场寒，山里的温差更大一些，伴着淅沥沥的小雨，带大家一起转转今天的小院。这边的花还开始，看我们院子6个院子刚栽的这个山茶花已经开了，开得特别好。做粉刷的大哥，这是刚经历了什么？像是从面粉堆里泡过澡。真心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2字，室内的小细节也在处理中。好，可以做到很多细节粉刷，包括这边平台，也做得很好。不用拖拉，没拖拉地上，因为地上有好多细节处理好，之后又来到了九湾书屋，今天也是格外热闹，2位管家大棉袄都穿上了，大家有说有笑。老队长自从驻扎书屋也是积极的工作分子，主要请来了咖啡简餐的老师来看看我们的工作环境，为打造之后的饮品做准备。和梁老师一起组织开了短会，聊聊大家的想法。现在的天短，转眼就快天黑了。那我们走啦。
再有几天点滴变化的脸。先来到亭子坐一坐，听听细水长产的声音，好生安逸。老站园子的篱笆也都梳好了。这火力飞运动啦，上面那个观景台那上面是吧？回锦成都这边的景观做了优化和调整，台阶也做了调整，看着漂亮很多。好的建筑就是要经过反复测试，没有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，肯定是不行的。小院内的地铺石经过摸索，最终还是设计成了满铺，不复杂，但又很耐看。最重要的是整体舒服，看着这场景，在这院里晒晒太阳都是一种享受。做水泥灰的小哥都在赶制工期，尽快把客房的收尾工作完成。美从来不缺少，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。很多老板和企业家也都对9湾的建筑饶有兴趣。下午，梁老师把几位管家培训人员组织到一起，对餐厅和客房的功能分布一一做了现场讲解，方便大家开展接下来的工作。运营工作走在前面，很好的茶区。经过几天降雨，溪水水面也上升了不少。书屋室内的打磨工作还在紧赶慢赶，每一处细节都不能放过。下午，梁老师带着设计理工，在施工现场和各工种管理人员对接，冒着雨和景观急人铺小院内的地砖，反复测试，找到合适的路径组合方式。每次来都有点搬运工作，是跑不掉的。为了一次测试到位，把电器全部运到现场，水坝的配套电器摆放进计划位置，尺度有偏差的尽快调整，发现问题立即采取解决措施，该打磨处理的就要及时完善。慢工出细活一点没错，想要出精品，就要怀有匠心的去打造每一处空间。没有这一处处细节的摸索调整，很难有之后的完美呈现。一直忙到天黑，大家都身上脏兮兮的，才领没处理。乡土建筑很多尺度不像现代建设那样标准，也是它的独特之处，但同时也是施工头疼的地方。恶劣天气都没能影响大家工作的速度。我是大东，转眼4个多月了，书屋和小院初步测试运营倒计时，很多细枝末节的地方仍在调整中。今天又增添了一些电器，虽然传统的老土房冬暖夏凉，但考虑以后大家来书屋的体验感，还是配置了几台空调保驾护航。由于客房内还有较多需处理的细节，梁老师和支书组织施工负责人一起摸排每一处有待提高的地方。好的设计离不开实用舒适性。记录完施工细节后，首当其冲带领管家和老队长开始大扫除。刚打磨粉刷完的客房，别提有多脏了，灰尘让人无法呼吸。憋了半天气，我才发现兜里有个口罩，赶紧戴上缓解一下。该夸就得夸，几位管家的动手能力真的没得说。再看另外一间灰尘大了，因为装门窗，把客房这些门窗全部都弄上。正在预埋电缆，通正式电，支书带着镇上派来的电力人员熟悉情况。有着10几年电工经验的支书，在很多电路调修问题上也能大展身手，技多不压身，一点没错。你得对到这儿哈，这讲不了，你对得对吗？弄这张都过细，每个缝儿都是严丝合缝的高标准的对准。这样，你得对这样哈。木工师傅还在完善柜子的空间，为明天餐厅开火做第一顿饭做准备。在装彩门，小院的彩门，超哥搞得比较仔细，小洞都处理好。这个是一个大锅，饱经岁月的洗礼啊。美好的心情跟环境有很大关系。
这边五颜六色针织的花是村民自己绣的，虽然跟书屋风格不搭，但也是他们为家乡变得更美出的一份力。就像现在管家能为来的客人介绍九湾一样，把家乡当作自己的家去对待，乡村才更有希望。老队长为来到九湾的客人生把火，这是他的待客之道。吊炉也发挥了作用。傍晚天气转凉，大家围炉而坐，喝杯热茶，不光暖了身体，心里也能感受到温暖。和支书梁老师几人一同畅聊乡村发展，听前辈们的分享和远见，又是充实且有意义的。战叔，你分享一下你这个养生的秘诀，有啥养生秘诀不？这保持好心情，种种园子是吧？好。这边书屋两边有码满了彩虹旗，这个冬天看看今天有什么变化。刚扫谁？啊，好。看这边院子这次干净了很多啊。这边粉刷师傅还在做粉刷。快打磨好了吧？这啊，快打磨好了。这个挺要别说。小哥就染了白发了。晚上守夜一个人害怕了，快，没事。天儿，人家都走两那儿帮我检查，是的，应该。现在看看，是没什么正形。现在都是我们战术老队长，然后天儿在这儿负责守夜。然后守护我们那个小院跟书，他们下边我上边。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感，九湾书屋和小院还在不断完善中。坐在炉子旁边喝杯热茶，烤烤火，还蛮惬意的。看水电师傅正在接这个水坝区域的临时电，然后我们把卫生搞一搞，最近就可以在这边喝到现煮的茶、现煮的咖啡了。这边卫生真是好。以后这里将会是我的主战场，卫生一定要搞好。擦着玻璃，打扫吧台都是开心的。支书也是为每一处细节操碎了心。大家看一看书这边的灯光的油条，之后喝一杯咖啡，喝一杯茶，多么惬意。发现灯光还有不到位的地方，立马行动起来，把家具搬开，拿来梯子进行调整。每一段人生的经历都是宝贵的。之前在剧组做制片管理，接触了很多优秀的灯光师。虽然我不是专业的，但在他们身边，间接性提高了我的审美。想要整体看起来舒服，对于灯光的角度和色调以及亮度都要有要求。加上最近跟梁老师学习，也有了一些新见解，所以有时候总会考虑回到农村老家是否正确。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都算数。活在当下，就努力把握现在，不断经历提升自己，为自己打拼美好生活的同时，也给身边更多的人带来新的希望，岂不是更加有？冬天天冷了，村里有时候水管会被冻住，不过好在我们有澡井，它里面还有水池可以用，比较方便。井里取点水，我去。